邀请巴西参加 G7，日本算盘打得不错，卢拉提前表态参会可能反而帮了中国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小辉观察。那今年的 G7 呢，早已经确定在日本召开。就在峰会即将开始之际呢，作为轮值主席国的日本居然给巴西发出了邀请信，而总统卢拉也给出了回应，要参加 G7，这难免呢让人有些费解。卢拉前不久呢刚出访中国，中巴已经达成了多项共识，如今呢又要站在中国的对立面了吗？日本邀请巴西参会是想埋钉子。要知道，向来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联盟组织，美国成立的这个组织的目的呢，就是要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。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呢，自然也不会过多重视。这次邀请巴西参会呢，其实日本也是有自己的打算。第一呢，就是巴西的经济。作为南美大国，巴西的 GDP 称得上是南美洲的半壁江山。日本若是能和巴西搞好关系，对于打开南美局面无疑是巨大的助力。第二呢，就是投巴西所好，卢拉一直想提升巴西的国际地位，这次呢主动对巴西发出邀请，并得到积极的回应，也有部分原因在此。第三点呢，就是离间巴西和中俄关系。4月份访华后，卢拉还曾对中巴关系给出了积极的评价。而对于俄罗斯，卢拉更是称之为未来世界稳定的支柱。日本选择邀请巴西，恐怕少不了给巴西和中俄之间埋钉子的意思了。巴西接受邀请，但日本的算盘落空了。而巴西在接到日本邀请后，也给出了回应。根据媒体报道，卢拉也将在 G7 召开期间呢，对日本进行访问，并且呢，也将受邀参与 G7 峰会。不过有一点确定要注意，虽说巴西要参会，但是也不会和中俄决裂。在回应要参与信息之后呢，巴西也给出了自己的态度，其中呢着重点明了2点。首先呢，阐明自己的参会的理由。俄乌冲突呢导致世界粮食安全受到不小的冲击，作为金砖国家的一员，巴西有责任维护贫困国家的粮食安全。可见呢，虽说受邀参加 G7， 但是呢，巴西仍然是以金砖国家而自居。再有就是卢拉明确表态不针对俄罗斯。其实呢，从近段时间卢拉的公开发言就能够看出，巴西一直是想充当俄乌冲突调解者的角色。作为当下世界的焦点问题， G7 也势必会将俄乌冲突当成与会焦点之一。因此呢，卢拉才会提前发出声明，不允许在峰会上批评俄罗斯。卢拉参会呢，对中国也有好处。其实呢，卢拉参加峰会对于中国来说呢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作为以美国主导的 G7 集团发出的声音，自然也要听从美国的安排。但是呢，这一次卢拉受邀参会 ，G7 很可能会出现不同的声音。早先呢，卢拉出访中国时候呢，就已经和中国对俄乌问题呢是交换了看法，赞成用和谈方式来解决问题。此外呢，卢拉还曾经多次表示呼吁组建和平俱乐部。这次日本想拉巴西下水，反而帮了中国。日本邀请巴西参会，相信在讨论俄乌问题的时候呢，卢拉也一定会坚持自己的立场，这也相当于把中国的态度又向美国重申了一遍，也希望美国能够好自为之，毕竟玩火者自焚。美国再插手的话呢，后果呢会比如今的债务危机还要严峻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大家有什么观点可以在评论区互动，我们下期再会。